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被贾瑞斯赶出家门后，白瑞的速度彻底见底，也终于发现了妻子的异常。伊娃得到了血魔的血液，成功逃出镜像世界，而白瑞也身受重伤。若不是贾瑞斯拥有了自我意识，白瑞这次恐怕是已经凉凉。大敌当头，白瑞该如何找回自己的速度呢？事发当晚，白瑞的小内心被彻底击垮，不远万里找到了自己最后的精神支柱乔。在得知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后，乔也是一脸震惊。沃利早就提醒过他，艾瑞斯有点不对劲儿，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艾瑞斯是镜像人。信心，白瑞现在最缺的就是对自己的信心。很快，白瑞让实验室所有小伙伴们知道了真相。平时脑点子最多的希斯科也挤不出一点主意，自己的身体虚的一批，精神还遭受到了巨大打击，团队可谓是群龙无首，士气全无。希斯科想去尝试利用震波接触镜像世界，拉尔夫和纳什他们也纷纷去想自己的办法。白瑞只能继续去钻研人工神速力，说是去钻研，不如说是去一个人静一静。正跟阿莱格纳互诉苦水呢，眨眼之间一道白色闪电袭来，将两人团团包围。白瑞都没看清来者是谁，就已经被干倒在地。再回过头一看，居然是神速本速。神速一个声波压制，外加夺命电疗，白瑞躺地上不能动分毫。就在此时，那时端着他娘的意大利炮前来支援，神速撂下一句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随即消失在众人面前。这一年来，白瑞抓住了4个神速，无一例外都是假货。大伙接二连三开始水逆，倒霉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的派送，想不吵架都难。团队最后一个冷静的人拉尔夫担任起了调解师。随着阿莱格纳的回忆，众人陷入了沉思。神速袭来时，制造了一个闪电风暴，爆发的那股力量将两人击飞。希斯科推测，那股力量很有可能是音爆引起的，而这音爆会在空气中制造出震波。他有一个骚操作是逆转震波，神速施展的音速震波还有一种功效，吞噬其他急速者的速度。换而言之，利用音速震动即可对抗神速。这种情况神速维持不了多久，他必须摄入更多神速力才能活下去。在他们已知的名单里，只有一个人精通音速震动，吹笛人哈利。危机前他也是星辰实验室的死敌，跟闪电侠大战300回合。危机后他愈发黑化，对闪电的恨意只多不少。更让他们蛋疼的还有一件事儿，危机后的改变。原本的时间线，白瑞打败了哈利之后，由于扰乱时间线，化敌为友。在危机后的时间线，原本孤军奋战的哈利有了帮手史密斯，对方跟闪电侠对波过程中发生意外，史密斯从此变得鬼畜起来。而那之后，哈利把闪电侠视为了一生之敌。时至今日，史密斯都还在鬼畜，只能在水星实验室的能量控制监狱里苟活。希斯科说这么多，其实就一个意思：哈利不可能帮咱们，可纳什想出一计，又能救好史密斯，还能顺便请哈利出山。拉尔夫接了个电话，草草离场。原来是冰霜的情况稳定了下来，他想好好报答一下这2年拉尔夫对他的照顾。拉尔夫也算得上是冰霜的第一人生导师了。其实他更纠结一件事儿，该如何去找唐豪瑟治病。说白了，凯瑟琳才是唐豪瑟的亲女儿，自己就是个变异体，人生地不熟，也不太想去。拉尔夫送他一句话：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凯瑟琳啥样你啥样。另一边，白瑞已经赶到哈利的住处，迎头挨了一记重击。可怜的白瑞每跑一步都是玩命，现在只想吃6味地黄丸。哈利可是个理智的人，人家霍格沃兹提前毕业，一听说史密斯有救，立马选择谈判。作为交易，哈利必须帮助闪电侠打败神速，自然是谁提的主意谁摆平啊。那时插着胸走了进来，哈利惊呼：我屌，威尔斯居然还活着！他自然不知道什么叫做2重身，更别提平行宇宙，只能说那时是威尔斯的双胞胎兄弟。他的计划很简单，将光能量与氦气结合，这个秘制小配方应该能够稳定史密斯体内的分子。哈利心想，不妨一试。赶到实验室后，哈利定眼一看便猜出希斯科已经失去了震波能力。听说希斯科是为了爱放弃超能力后，哈利脸上满是难过。很快，史密斯被接到了实验室，在纳什的引导下，阿莱格纳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随着一道强烈的紫外线射入，史密斯的确稳定了一刻，但这能量远远不够。哈利瞬间哽咽，希望破灭让他不想再去信任实验室。转眼神速一到，1个小时，把你的速度交给我，否则耶稣也救不了你们。我说的。撂下狠话后转身离开，白瑞气得心里直骂娘。在钻研了一会儿人造神速力之后，纳什又窜了出来，随手掏出抹布擦掉了白瑞的公式。1个小时怎么可能造出神速力？白瑞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。2个王者推搡让白瑞冷静了一会儿。这年头谁还没失去点啥？你小子要振作起来，下集可就大结局了。
顿时白瑞想到了艾瑞斯。现在的艾瑞斯在镜像世界里记录着自己发生的事儿，镜像世界让他产生了神经错乱，除了脑袋疼之外，胳膊也格外刺挠。他希望这段录像能够有朝一日被白瑞看到。言罢，他起身前往了星辰实验室，意外找到了镜像世界中的卡米拉。姐妹俩费了老劲儿，互相确认身份。艾瑞斯的病情越来越重，隐约间仿佛看到了老禅师的匕首，还有迪沃的卫星。姐俩一商量，决定优先找到辛格，再想其他办法。与此同时，希斯科在不停地调教仪器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得知卡米拉出事后，他一直没法耐下心来，自己为了好好跟他过日子，放弃了超能力，现在是后悔没有超能力去保护他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不管是谁有了心事，都会有一个人站出来 talk。这样的朋友，我们在现实中又有几个？即便是哈利都有白瑞的帮助。从他刚刚想到艾瑞斯开始，白瑞就猜出了哈利和史密斯的关系，他们是爱人，只有失去所爱之人才会如此。这种无力感，白瑞感同身受。他看出哈利是个好人，可如果不原谅自己，不继续向前，那他人的牺牲将会白费。现在哈利只有2个选择：继续在这儿悲伤，或者去做回史密斯真爱的那个人。很快，警报炸响，卫星显示一个急速运动物体前往了铁山监狱。调开录像一看，4个伪神速已经嗝屁，明显是真正的神速拿走了他们的速度，而神速还未停手，距离1小时之约仅剩1分钟。神速在全城开启了直播，市民们危在旦夕。白瑞立刻起身前往现场，他体内的神速力已经欠费，但他必须去阻止神速。所有谈话内容以声波的形态传到了哈利的耳朵里。此刻的哈利做出了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白瑞救走了现场所有百姓，并且用自己的身躯吸引了神速的仇恨。2道闪电在城市中急速驰骋，白瑞的速度明显不如神速，但他有一个优势，对星城了如指掌。可惜超近道也甩不开神速。随后神速的一波操作让白瑞知道一件事儿：苍天饶过谁呀？闪电侠几乎被按在地上摩擦，还被神速吸收了一点速度，这让本就不富裕的白瑞雪上加霜。神速冲上大楼如履平地，而白瑞跑到一半，2腿一软，直直坠向地面。就在此时，哈利赶到，稳稳地接住了白瑞。他们只需要故技重施，让闪电跟声波产生爆炸，而那股力量足以让神速体内的分子混乱，再加上神速力本就喜欢音速震动，中招后怕是一命呜呼啊！以上对话2人完全是当神速的面说的。下一刻，神速释放10万伏特，是一个坏极速者，十恶不赦。白瑞转头奔向几里之外，是时候祭出失传已久的绝技，一个他娘的音速拳配合哈利的辅助，只见神速化成一团尾气，冒着烟的坠向了地面，随之留下的是一滩滩的神速之血。这东西又名生物基因电解质分泌物，也可以叫做史密斯的救命稻草。正常情况下，声波需要介质才能传播，但电声就不用。之前他们的操作只能让史密斯暂时稳定下，原因是声波只能暂时稳定分子间结合，而电声则可以把暂时变成永久。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，是1万年。如他们所料，鬼畜的史密斯瞬间康复，哈利心里只有感谢。以往只知道傲娇的他送给白瑞一句话：原谅自己远远不够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世界能够改变。另一边，拉尔夫钻进了冰霜的家中，白天的经典语录感觉不太够诚意，他为冰霜颁发了学院毕业证书，这意味着冰霜从此是个人了，不必活在凯瑟琳之下。这一切就这么简单吗？自然不是。在关起神速的时候，白瑞审问过他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派我来的人想要无穷的速度。说完这句话，神速就如之前4位一样变成了哑巴。看来背后还有更强大的敌人在操控这一切。这1年来，他们失去了太多东西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彼此间的信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白瑞准备去找伊娃，然后打败他，从镜像大师手里救回自己的家人。兄弟姐妹们只有一句话：你干，我们就干。唯有默不出声的希斯科缓缓站了起来，他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，只要打造一台永动机就能对抗镜像。好消息是，他已经有了草图，只差一个零件，而这个零件在他曾经旅行过的地方亚特兰蒂斯。此言一出，团队士气暴涨，颇有一股胜券在握的架势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